嘿，各位科技迷们，最近铝离子电池可是火爆了，尤其是听说不少实验室已经实现了10分钟充满电的惊人速度。不过啊，这股热潮里头也夹杂着大家的疑问，不少朋友在评论区直接就开问了。你看，最近就有个朋友提出一个很实在的问题，特斯拉要怎么搞定小型低成本电池组的散热啊？热管理这玩意儿肯定要花钱的，经济型电动车恐怕很难负担得起。这问题简直一针见血，点中了咱们今天讨论的重点。那么铝离子电池组在超级快充的时候，温度到底会飙升到多高？特斯拉到底有什么绝招？能用哪些具体的散热方法，既能保证 Model 2这种经济型电动车不变成高价货，又能实现其他厂家做不到的突破呢？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。新来的朋友注意啦，这里是未来科技频道，我们说话靠数据，专门深度分析特斯拉的工程决策。在开始之前，大家记得动动手指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，再点个小铃铛，一起见证未来科技的更多奇迹。你看，现在离18081订阅者这个隐藏成就差临门一脚了。你每次点击订阅都是在助力我们频道更深入的解读电动汽车技术。为什么 Model 2这种小电池包的铝离子电池更容易发热？铝离子电池号称能给电动汽车带来前所未有的充电速度，但这速度背后，特斯拉可得好好想想怎么平衡散热这个问题。实验室数据显示，有些铝离子电池能承受4C 到6C 的充电倍率，这意味着一个1000安时的电池包，理论上10分钟就能充满电。但是这种超高速的电子流动会产生比传统锂离子电池高得多的热量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一个55千瓦时的锂离子电池组在250千瓦的超级充电过程中，温度也就上升个8到10摄氏度。但是同样容量的铝离子电池组，如果散热没做好，用同样的时间充电，温度可能直接窜到15到20摄氏度。这对于2026款特斯拉 Model 2来说，绝对是个关键问题。这款车为了控制成本，估计会采用48到55千瓦时的电池组，不像那些大型高端电动车，它们的电池容量能达到70甚至100千瓦时，可以把热量分散开来。Model 2的电池包小，吸收快速涌入能量的能力就比较弱。简单来说，小容量电池组就像用吹风机吹一杯水，肯定比吹一浴缸水更快烧开。更麻烦的是，热量还分布不均匀。铝离子电池叠在一起的时候，热量往往会集中在顶部，导致那里的温度迅速上升。再说的直白点，小型电池组就像用吹风机加热一个水杯，比加热一个浴缸的水快多了。更关键的是，热量不容易散开。铝离子电池的单体挨得紧，快充的时候，模块中间的温度会一下子飙升。外面的电池可能还不到42摄氏度，里面的电池可能2分钟就超过50摄氏度的警戒线了。这要是不控制住，会加速电池老化，缩短寿命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发热失控，那就危险了。对于 Model 2这种定位是经济实用的代步车来说，这种风险是绝对不能接受的，而且实际用车环境更复杂。夏天在凤凰城或者迈阿密这种地方，气温能超过35摄氏度，这意味着电池组还没充电就已经挺热了。反过来，在零下的天气里，如果铝离子电池充电太快，又会产生不均匀的温差，导致电池连接的地方受力，效率也会降低。这种极端的高温和高速充电的双重挑战，让热管理成了 Model 2的技术瓶颈。大家平时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电池包特别烫？如果遇到过这种情况，请在评论区留言是或者热，方便的话也欢迎分享一下你的具体感受，我们每条留言都会认真看。特斯拉如何给 Model 2的铝离子电池降温？既然热管理的难点已经摆出来了，下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到底有什么妙招，能在 Model 2这套紧凑的48到55千瓦时铝离子电池组上做好散热呢？传统的锂离子电池组一般都靠液冷回路和比较贵的导热材料来散热，但是特斯拉的工程师们好像借鉴了 Cybertruck 和 Model Y 这些大型车的成熟方案，然后把它改造成更适合经济型电动车的低成本版本。其中一个核心技术就是借鉴了 Cybertruck 原型设计的微通道冷却板，这种结构能让冷却液流经紧贴电池模块下方的细密微小通道。相比传统的平板式设计，微通道结构能提高大约30%到40%的散热效率，有效控制住峰值温度。这些散热板能让冷却液流过电池单体下面密密麻麻的小通道，相比普通的平板设计，这种微通道结构能把热量吸收效率提高30%到40%，在4C 到6C 的充电速度下，能把最高的温度从可能超过50摄氏度降到更安全的42到43摄氏度。而且这个系统用的是标准的挤压铝型材，不是什么昂贵的碳纤维复合材料，这样单车的成本就能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，批量生产的时候材料成本估计也就40到50美元。
通过让通道尽可能靠近最容易发热的地方，特斯拉就能确保即使在9分钟的快充过程中，电池组也能保持在最佳的温度范围内。其次，特斯拉看起来还在电池组内部加入了相变材料，也就是相变缓冲层 PCM。这种特别设计的蜡状材料在融化的时候能吸收大量的能量，有效地吸收快速充电初期60到90秒内的热量高峰。在实际使用中，这个设计能让电池单体的最高温度再降低5到7摄氏度。对于咱们普通车主来说，这意味着即使经常用超级充电，电池组内部的零件受到的热应力也会更小，从而延长整个电池的寿命。这个缓冲层对于 Model 2这种小型电池组尤其重要，因为相比那些电池容量超过75千瓦时的高端电动车， Model 2的热灌性更小。最后，特斯拉很可能采用了源自 Model Y 设计的微型热泵系统，并且针对更小更轻的电池组做了尺寸上的调整。这个热泵厉害了，它有2个作用，在快充的时候能主动把电池单体里的热量导出去，在环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又能把热量重新分配，让电池组的温度维持在35到42摄氏度之间。和传统的那种制冷回路不一样，这个系统用的是特斯拉现有供应链里的成熟零件，只需要稍微改动一下就能用。估计每辆车成本增加也就40到60美元，这对于 Model 2来说完全可以接受。与传统的制冷回路不同，该系统利用特斯拉现有供应链中的组件，仅需微调即可实现。预计每辆车成本增加约40至60美元，完全符合 Model 2的预算目标。这3个招数，微型冷却板、相变材料缓冲层和微型热泵加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热管理策略，让特斯拉能够把铝离子电池的潜力发挥到极致。即使在夏天最热和冬天最冷这种极端环境下进行4C 到6C 的超级快充， Model 2的电池组也能保持在安全的工作温度范围内，给车主带来前所未有的充电速度和长期的可靠性保障。在接下来的环节，咱们再好好聊聊这些散热的创新技术是如何让特斯拉在不牺牲安全、电池寿命或者整车性能的前提下，还能维持 Model 2的亲民价格的。特斯拉如何在控制散热的同时保持 Model 2的低价？特斯拉的粉丝和潜在买家最关心的莫过于2026款 Model 2怎么才能实现铝离子电池的快速充电，又不用承担那些终端电动汽车昂贵的价格。毕竟在高端车型里，复杂的热管理系统、液冷电池组、碳纤维复合材料散热板，还有多级热交换器，通常会让电池成本增加好几千美元。但是特斯拉的做法就体现了它标志性的2大优势：工程创新和垂直整合能力。首先，省钱的关键在于材料的选择。微通道冷却板用的是挤压铝材做的，这种材料技术成熟，成本也低，可以大规模生产。不像有些竞争对手用的碳纤维或者复合材料，铝材的采购成本低，加工也方便，所以这个部件每辆车的成本增加也就控制在40到50美元。经常被认为是比较特殊或者小众材料的 PCM 缓冲层，在大规模生产的时候成本同样有优势。每组电池包用个2到3公斤的 PCM 材料，按照每公斤5到7美元的成本来算，也就让电池包增加了不到20美元的成本。但是能在快充的时候显著降低最高温度，还有一个体现成本效益的例子，就是 Model Y 生产线上改造过来的微型热泵。通过缩小现有零部件的尺寸，而不是从头设计一套新的系统，特斯拉有效地控制了研发和生产成本。据估计，改造后的微型热泵每辆车成本增加也就40到60美元，这在整个新的热管理系统成本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总的来说，这3项散热技术的总成本估计每辆车在100到130美元之间，这就能让 Model 2在不牺牲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，维持30,000到35000美元的定价目标。除了材料上的优势，特斯拉还依靠垂直整合和规模化生产来控制成本。通过自己生产或者跟成熟的电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合作，并且采用针对大批量生产优化的自动化装配流程，特斯拉就避免了小批量生产常见的额外费用，最终打造出来的紧凑型铝离子电池组既能承受每天多次快速充电，又能在零下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，还能支持超过1500次的完整充放电循环。所有这些优势都不需要消费者额外花钱。-10摄氏度至4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，并能完成1500次以上完整充放电循环。所有这些优势均无需消费者支付溢价。以上就是特斯拉在2026款 Model 2车型中管理铝离子电池热量的解决方案。通过微型冷却板、相变材料层和微型热泵的组合设计，即使在9分钟的快速充电过程中，电池组也能保持在安全的温度范围内。所有这些技术的融合并没有增加额外的成本。Model 2既能满足日常驾驶的需求，又能提供你所期待的特斯拉性能和可靠性。现在该轮到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看法了。
如果知道电池组能应对极端温度，你是不是更愿意开着 Model 2去长途旅行呢？如果今天的分析让你对电动汽车更有热情了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再点一下小铃铛，解锁更多关于特斯拉技术揭秘的精彩内容。